调整了他们前中期的一些设计和思路。对，更加重视在前期的资源争夺。没错。那么在 eStar 这边的话呢，刚刚有聊过他们的一个阵容上面可能是稍微偏倒计时一些。那在下一局比赛当中，有没有可能让浅风神再去拿到一些有切入能力的英雄？然后同时的话，拿一个这个阵容在前中后期相对比较扎实一些的这种柔正常就给他个3楼或5楼的 counter 位，给这样一个新人，让他在对位小路上首先有个英雄上的优势。那他放开手脚打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这把在红色方的话，我觉得3楼 counter 位是可以考虑一下的。看一下 LGD 是先搬了一手敖影，敖影过了，今天这场 BO5他可以选择不放给对面，搬关羽了。那这样就是逼 eStar 去搬鲁班纳什跟盾山了。那两边就是一个常规的班位啊。戈亚出来，黄沙席卷之处，皆为我的猎场。刚刚亮宇用完了仓，这把打戈亚的对位孙权可能是大概率了，但他要不要在前2楼出，或者说选另外一种解法，用打野位哪吒这种英雄去限制，去冲也是可以的，或是边路直接出4空阵，但是拿少思源了。奉我为主。武则天抢了个武则天，少思源加武则天。少思源一般和安琪拉或小乔搭配效果会很好，但跟武则天搭配的话，爆发量没有那么足，控制倒是挺多，让队友去补伤他。小仔的苏烈来了，这把看中单还是出沈梦溪了。对面的辅助是一个有回复型的英雄，就是往后打eStar这个阵容就相对没有那么怕沈梦溪了。等少思源的那个被动叠起来，先保了一手哪吒，这样团战的时候对戈亚的限制更强烈一些。哪吒是拿到了，那这样一来，我感觉亮宇的英雄应该会被针对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孙权，这把可以考虑搬一下。孙权甚至公孙离这种灵活型的英雄都可以搬掉，在射手的对位上就没有特别好选。如果没有特别好选的，感觉百里守约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确实。先看eStar的班位吧，给的是大司命。哪吒一般拿到之后，他都会去搬一些前期具备野区进攻能力的打野，像班位上的这个大司命啊，包括裴行虎以及绝有金，甚至夏侯惇这种前期能打进野区的英雄，如果配合上了沈梦溪加上苏烈，那哪吒可能就发育不起来了。对的，强势期比他来的早呢。LGD 也非常针对我们刚刚说到的孙权，然后包括吃叉，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公孙离也可以考虑一下。公孙离搬了个吃叉。守约倒是有，守约虞姬这种能自己保自己的英雄，直接百里守约。那他的上半图大概率会拿一个强度更高一些的。不过如果要聊双边的话，这把狂铁还在外面。赵子龙参见。赵云，敏苏的赵云，那就看小洛拿什么英雄了。我会做你所向披选择了白起。常规来说，这把他有可能是一个对抗路的狂铁啊，但是选择了白起。白起今年他们是玩过一次，那场还没有获胜。对的。浅风果然是给他留了一个counter位啊，拿的是个曹操。他也没有拿那种纯带线，像芈月这种比较极致的英雄啊，拿了一个兼顾了团战。包括这把带线的话，也有哪吒可以分摊一定的压力，但是eStar这把它的核心其实还是蛮多，它需要一定的一个发育周期。不过守约的话，它在下半图基本上可以自己玩，不怎么需要管它。少思源就可以多帮中路抢线权，然后保证哪吒的野区不会被对面进来偷小野。这把整体阵容拿下来的话 ，LGD 被他的这个阵容控制好多呀。虽然武则天在对面啊，但是苏烈跟白起这种先手控制，配合上赵云这一波爆发，小 A 都直接带进化了。对，还有就是刚刚聊到的，在野区进攻方向的话 ，LGD 这一把阵容它的一个前中期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更高一点。eStar 他有一定的布视野的能力，通过自己的技能，但他的双边相对来说是偏保守的。他其实3个主要的输出点都是偏发育的，守约、哪吒跟曹操，在前期的视野中轴对抗上，我觉得还是弱一些，基本上偏后吃线。包括在4分钟龙团的强度上面的话 ，LGD 这把的4分钟龙团强度也会更高一点。所以主要是前中期 eStar 要尽可能保证自己稳线，然后不要让 LGD 抓到一些打掉点的机会，因为 LGD 他这把是有禁野能力的，
他不会强行进，但如果说抓到了线上的一些机会的话，是可以顺势打进对面的野区。比如说你的状态被他打掉了，像哪吒这种英雄吃线的时候，如果被逮着打一波，即便不死，你状态掉了，那你野区也很难防守，要么掉小野，要么掉 buff。是的，就这把伊萨他其实是考虑降速了一些的，他要拖得住。还有就是在对线期的时候，亮宇上来他守约的2枪的命中率如何？因为这个版本守约它的前期伤害2技能是有上调的嘛。如果说你上来2枪都命中的情况底下的话，其实都打中戈亚，那下路的资源也许就有了。对对对，所以对线上面的话，看守约上来那2枪的命中率。然后其余的话就要看一下 LGD 他这把的一个跑图了，他这把中野辅的强度相对来说前期会更高一些。啊，小罗那把白起我想起来好像在挑杯，反正今年是出了1次，那把发挥的不是特别好，最近应该是精进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来看一下赛场的效果，因为第1轮大家更多也都在这个调试，然后加上抢分的阶段嘛。进入到双方的第2小局，蓝色方杭州 LGD NBW， 红色方武汉 ISA Pro， 我是解说一炫，我是解说潇洒，全军出击，复兴荣耀，复兴荣耀，复兴荣耀，永恒荣耀，永恒荣耀，永恒荣耀。开局少思源是选择了帮中，然后小仔苏烈是直接在下路，想要先把对面的赤甲给打了，然后再回来收红隼，这样下路3个资源点都会是 LGD NBW 的。啊，九尾的沈梦溪是选择了半烤，然后直接往上转。明这边的话是有了中线权以后上去先帮哎，九尾，哎，这个2-1弹了一下大山豪，把大的抢走了。很赚，是的，放轻松。因为上把的火我的手感也在这把得到了延续啊。少思源又来到了上半图，配上哪吒直接飞就要抓这个白起，交了一个闪现，感觉也走不掉啊！第1滴血，小龙拿到。是的，而下路的位置3月1也是一波3月1杀掉了亮宇的守约。其实刚才镜头给到下路的时候，亮宇当时的狙还是中了戈亚的，把戈亚的状态压下来，但问题就是旁边没有队友啊。然后上路被抓的同时 ，LGD NBW 也在往下路去包。守约毕竟他没有4级的话，只有一个闪现，在塔下也跑不了。都打了一个多打少，打了波镜像抓人。是的，上路那个击杀1血给到了小罗的哪吒很关键，对于哪吒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充。这把他是需要一定的发育时间的。看上路在动手的同时，注意小地图，小地图的位置，沈梦溪带着苏烈已经在下路的塔下了。下路的击杀也是沈梦溪拿到了。这样对于 LGD 来讲，就在中轴伤害量上会更加的高。再控一个赤甲，尽量在压缩守约的发育。沈梦溪又一个人去反山豪了，是的，那组山豪已经反完了，打得很主动。这样一萨一直在亏小野，这是前面我们聊的。其实少思源已经在先帮中路了，但是这种小野还是守不住。还有就是说到 LGD 在前中期对抗上面的调整，伊萨这把又是来到了上半图，控完资源就走，应该是可以给到一个1闪的控制，接了一个大招，白起这边大招已经交完了，哪吒飞过来，算了，进塔了，已经进塔了，而且对面有队友在。如果飞过去撞一下之后，他不一定杀得掉白起，就要被苏烈控了。是的。对于他来讲，前面不能跟对面换命的，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发育。本身哪吒在对不到赵云的时候，他的刷野速率就没有赵云那么高，他就比较吃队友帮他去快速过野区，然后吃线。LGD 围绕着下路建立起来的优势线再压一波，因为马上来到我们刚刚说到的4分钟的节点了，这是 LGD 的强势期。他如果一条边线打出优势的话，是可以顺着这条线去压进对面野区的。这波4分钟对于伊萨来讲肯定是放掉，放掉之后先保野区，赶紧把哪吒的野区一起提速刷掉。小罗这把也是先做了一个大打野刀。哪吒的蓝 buff 跟
暴君几乎是同步刷新，同时赵云的蓝会先刷一点点。那赵云打完蓝，已经把成绩交了。苏烈的是先把龙的仇恨拉出来，应该是先拉波，等一下自己家的打野刷过来。但这么一来的话，两边就会是一个常规的暴君5-5对抗了。看一下动作啊，曹操往上伊萨应该不会接这波架，他就是正常刷一下蓝区。但看赵云的动作，也是在上半图的。赵云要接线，赵云要管上线，让白起配合沈梦溪抢完中往下转，给压力。下路也在控线，不让你把这个线清了，我就是要压你这座塔。目的是为了拔外塔，白起要来了，白起是一个全技能。大闪直接大闪朝到连控过去，武则天应该是有点难，但是被寿司人奶回来了，并没有死。这波小罗开的也很果断啊。是的，但这波伤害确实是差了一点。而且武则天身上穿的是个抵抗鞋，然后武则天反手的一些技能配合上守约，也是快速把线给清了，塔也没有掉。这波伊萨应对的也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这么一来的话，他的曹操又可以和哪吒一起偷一波发育，在上路推一波塔。对的，大招直接扎，配上队友要做留人，曹操直接交闪了，吃伤害吃太多了。那小九的戈亚也要接红 buff 了。小楼的哪吒第一件是没有选择。就做完野刀之后，他没有出暗影战斧，爆发伤害会低一点。可能他觉得这把输出点主要集中在双边吧，自己没必要先补伤，先提一点容错率在。目前双边的发育情况啊，曹操是刚做了暗影战斧，然后手上是无尽。曹操一直都在线上，都是队友来找他打架，他并没有过多的跑线，所以他的经济没有什么丢失。没有什么消耗。赵云在下路碰到了哪吒，先对打一波。这个状态哪吒撞反撞到了赵云，但赵云一个一技能直接拉开了位置。女苏还是很敢打。不过这样一来，本身 LGD 是想借着戈亚带红的时候，在上路压一波曹操的塔的，但因为下路打起来了以后，苏烈往下靠，那他们上路没有人往上靠了，就不去压了。对，那其实戈亚带红这个节奏被拖了一波，然后前锋的曹操也是2技能破端抢了一只赤甲，这个塔还是有点推不掉啊，兵线不够。是的。那这样 LGD 其实它的节奏稍微有一些降速，但它的强度还在。但同样对于伊萨来说的话，就是又有了很多的发育时间。他们现在时间很重要，现在拖得住，不要让 LGD NBW 快速的打开缺口，尤其是野区的缺口。对的，就这么安稳的发育下去，对于伊萨来讲就是有利的，因为它是一个多核心的阵容啊。看这波蓝区还有10秒杀 ，LG 是可以考虑策划一下的。但赵云如果先打自家蓝再赶过来，就正面4打5。对于 LGD 来讲，赵云再打，哪吒的蓝 buff 也刷了。戈亚伤害还不错，但是哪吒直接撞到了戈亚一个位置，劝退了戈亚。打个半血，沈梦溪这个大被少师人的盾顶掉了。曹操在侧面碰到了赵云，然后这边的话还要打白起一潮拉回来，但是武则天大招做了一波拆火救了一下哪吒，反而是苏烈直接倒在里面，而且曹操闪现被赵云扎起来了，被卡了一下，自己倒在里面。那哪吒就进不了了。这波前锋冲动了一下，其实本来挺赚的，他们就把这个苏烈安稳收掉之后，回去继续发育是挺好的。但是他一个人冲上去，其实队友并没有想跟的意思。赵云扎到了2个，草丛里边突然间来了一波袭击，因为现在萨的视野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缺失，守约的闪现也没了。这样中路的1塔 LGD 可以给压力。中塔没法师过来有点难守，哪吒是选择直接冲了一波戈亚，让 LGD 的推进受阻碍。其实还是在刚刚蓝区的那一波，就对于伊萨来说的话，刚刚那波打 LGD 一个掉点之后，是他们缓解对手进攻压力最好的一个时机。但是曹操着急想要上去收割，自己也阵亡，最终是一个1换1辅助换了对抗的，那肯定是伊萨又亏了呢。
本来那个蓝其实是小楼都守住了，对，然后杀一个对面辅助挺赚的。介入之灵魂，下一波蓝区 LGD 依旧还是会进行策划的，还有10秒钟要刷的。看赵云的动作啊，赵云还是在收自家蓝的话，那 LGD 的阵型先往后拉，伊萨趁机把这个中右的草抢回来。这波 LGD 不是很敢进啊，苏烈没被动，守卫2狙全中了苏烈，苏烈半血没了。白起大闪炒2个，这兵甲赵云再跟大招再一扎，一波 combo 链，哪吒这时候冲了过来，但是被对面打激活 ，LGD 突如其来的一波50中路的 combo 再杀一人，就为2连击破拿到手。这中路一塔也可以强拆了。哇，这波小洛和米苏的配合，小洛突然的一波大闪，加上自己的兵甲也是前面刚做出来的兵甲，就配合上了。他兵甲完了之后控制，紧接着赵云，导致了明跟小 A 根本没有办法还手。来回看一下，这波进化少酸的进化还没好，是这波架打完了他的进化才转好，所以没有办法跑。水月在旁边也根本拆不了。而且这波压境的决心是很强的，又有兵甲，加上又是在9分半的那样一个时间点。这2个人接 combo 接上沈梦溪后续远程以及戈亚的爆发是很厉害的。是的，白起拉回来，大招潮，再接一个大招又秒，把这个前锋的曹操给秒了，直接被秒掉了。曹操一倒的话，戈亚的环境会变得更加理想一些。有没有发现？哎，先看沈梦溪也给了很大的压力啊，但是自己状态被打低了以后，哪吒直接冲了进来，闪现拉开了一个身位，队友再帮他卡了一下，那这样哪吒的位置有点尴尬了，而且明显直接翻出去。小仔他给的这个救赎之夜的盾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个盾顶掉哪吒3技能冲击的伤害的话，这一波九尾是要被小楼给收掉的。有没有发现小洛这2把他的进攻欲望极其强？他刚刚也是提前量扎根到了对面的进红区必经之路的那个草丛，他先放2技能，然后把曹操拉回来，再给一个大招。这是蹲草，就不用大招起手了。何解如此？这把小洛的开团次数有3次啊，命控时长11秒。这把的开端点非常多。然后当时曹操估计是没大招吧，我看他只开了个苍穹，硬吃了那一套伤害，结果就死掉了。控了3线过来，伊萨现在还没有到他们阵容的一个发力期，而且这套阵容他们的守线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他们在守线的时候是容易这个 C 位占叠位的，这也是为什么中路那一波 LGD 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开到。白起这个英雄有优势的时候，你高地不好守，他大闪那个距离太远了，直接就朝到你后排了。他直接去朝武则天，让武则天被控死，开不出技能。那其实伊萨这边的拆火技能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如果白起朝的是其他人，那武则天反手给一个1闪接大招，那就能帮助被控的那个人缓解一大波压力。沈梦溪先盖一个大招，下路的线送过来，高地点掉。伊萨是放了一个高地，他们现在只能先顾一下2线，但是下路是有暗影之境的。是的，白起这个位置啊，全技能一个跃跃欲试的状态，一直在给威胁。赶上去点他，我觉得都有点危险。现在他后排没有太好的环境啊，怕一站前面就被对面苏烈加白起开。主要是还有这个赵云啊，这个1万块钱的赵云，白起一旦开到扎进去 ，C 位就活不了。是的，我觉得是曹操可以吃第一套的，曹操有个大招。但曹操现在的站位更多是偏保护，守卫已经被打残了，到了一个残血回家补状态。伊萨想反打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曹操顶到前面，让曹操单吃白起的控制之后，然后他教自己的大招苍穹，然后加上邵思源给个大招，武则天给大招，把他保下来，然后进行反打。其他人吃效果都不会太好。小九是吧？再拿一个红，身上也有个霸者在身上。他现在都没什么压力。对，因为哪吒这把也不是一个超标发育的存在，9300的哪吒，这戈亚都1万多了。哎，开奔狼了，切奔狼想要去抓一波，但是小仔的身位拉开了。
看白起想留人，要来了，这个他曹操是有大闪的。曹操先去卡住了白起的位置，掩护队友撤退，但是这边的话直接先激活曹操了。曹操看到一往后走，水的闪现，大闪预这边交了判，大武则天的闪现位置卡住，拉回来，直接秒掉了。然后正面的话再去激活一下对面上次元，上次元拉开了一个身位，正面有兵线进来，中路哇苏烈大招一个拍了3个，这个时候曹操再进来，但是又被苏烈给顶开了，自己招了一个闪现拉扯过去，但这个兵线感觉有点难清啊，能这样卖命过去清这个线，但自己这边埋在了里面倒掉了，这个时候选择先杀人再点水晶，让我们恭喜杭州 LGD NBW 2比0来到赛点局。而且今天的 LGD 啊，和他们前2场比起来的话，他们的前中期，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做的细节越来越好了，进攻性越来越强了。对的，他们在加强自己的前中期对抗。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席的看法。进攻性十足，节奏。